有不少彦祖是不是不知道哪张房卡的性价比高？今天咱们一期视频盘点一下每张房卡的性价比，给大家推荐一下。本期内容呢会基于 T4、T3、T2 和最推荐，以上呢都是个人的建议，并且呢本次的盘点是基于每张房卡所在地图最高的模式下进行的。首当其冲的是 T4， 咱们最不推荐的房卡。先说东楼经理室啊，里面的容器有2个大保险、2个手提箱、1个电脑、1个文件柜、1个大武器箱。这张房卡的耐久为20点，机密模式开一次消耗2点耐久，价值呢是在40万左右。这就导致啊，咱们呢出了一个小红是回不了本的。虽然说这个房间里呢是0号大坝露天唯一会刷非洲之星的地方，但是它的概率非常的低。这张房卡呢又号称东楼化粪池，所以咱们这里啊是十分不推荐购买的，尤其是新手朋友们千万不要买。总台会客厅里面的容器有2个大保险、2件衣服、1个小保险、1个登山包、1个大武器箱。它的耐久呢是40点，绝密开一次啊消耗4点耐久，价值呢是在70万左右。只要不出大红啊就亏本。虽然呢里面的地上会刷各种类型的大红，展台上会刷非洲之星，但是啊价格昂贵，再加上呢咱们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地面上刷大金大红的概率是非常低的，所以说同样呢也不推荐大家购买。蓝氏核心里面的容器有1个大保险、1个小保险、1件衣服，桌面上同样会刷非洲之星，地面上会刷电子类、资料情报类的大红。这张房卡耐久为40点，绝密开一次消耗4点耐久，单价呢是在40万左右。这张房卡的价格较高啊，容器呢比较少，刷大红的概率也是非常低，基本上属于开了就亏，所以说咱们这边也是非常不建议去购买它。地下金库这张房卡比较特殊，一共呢里面有3个钥匙房，3个钥匙房加起来的容器为2个大保险、2个小保险、2个高级储物箱、2个储物柜、1件衣服。3个钥匙房里的展柜呢都会刷非洲之星和工艺藏品类的大红，它的耐久为40点，绝密开一次消耗4点耐久，开1个钥匙房消耗的价值呢是34万左右。一次性如果咱们开3个钥匙房，消耗的价值约为100万左右。这样的话呢就说明啊咱们如果说不出红肯定是亏本的，所以说这里呢也是把它列为了最不推荐的房卡之一。这几张房卡是纯粹用来博大红的，本身房卡的价格很高，并且呢它不是玻璃房，不能看到里面的出货情况，只要咱们盲开啊没出大红，基本呢就是亏了。T3 这个级别的房卡呢属于不管是机密还是绝密，咱们盲开的话不太会亏本的房卡。其中这个售票办公室、军营保管室、小镇餐厅、中控室3楼、组装车间2楼实验室、生物数据机房，开一次的消耗啊不超过10万，除非运气特别不好，基本上呢都可以回本。黑市服务器虽然说价格昂贵啊，绝密开一次的成本大概在40万左右，但是里面的容器非常多，地上会刷各种电子类的大红、大金，再加上服务器啊和机箱会出金出红，它的概率也不低，所以说啊咱们运气好一点是非常容易回本的。蓝氏数据中心也是一样，虽然说它的价格也是小贵，绝密模式下开一次的消耗在20万左右，但是里面的容器有3个服务器、1个收纳盒、1个大武器箱，两边的地面上还会刷电子类的金和红，也是呢比较容易能回本的。T2 这个级别啊包括以下的几张房卡，这个级别的房卡基本呢咱们都是玻璃房，如果说出了货咱们再开也是不太会亏本的，但是呢因为整体它的出货率不是很高，如果咱们盲开啊有可能是要亏的。其中啊这里要说一下，福利是医务间比较特殊，由于医务室只有1个出入口，在咱们呢如果说被逼到里面的时候，可以选择开启这张房卡，然后跳窗封烟逃跑。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最推荐的 T1 级别的房卡，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猜对。首先西楼医务室里面有2个医疗包，11万的售价，机密开一次的成本呢大概是1万左右，再加上病床上会刷新复苏呼吸机，咱们顺手啊就直接开了，绝对是回本。变电站宿舍售价3万左右，机密开一次消耗是大概3000，里面的桌子上呢会刷房卡，随便出一张直接回本，并且呢里面也是有可能出大红的。变电站记录室机密开一次消耗36万左右，但是啊这张卡可以在窗户外直接看桌子上有没有刷大红和房卡，它的出货率呢并不低，再加上里面啊有1个大保险、2个服务器、2件衣服，咱们如果盲开呢也是大概率可以回本的。3号宿舍礼物一共是100万的售价，绝密开一次的消耗大概是10万左右，里面的容器有2件衣服、1个高级旅行箱、1个登山包。这张卡呢可以在外面的阳台上看里面的出货情况，里面桌子上是有可能会刷非洲之星的，柜子上也会刷坦克模型等大红，即使是盲开咱们也很容易回本。植入手术室售价180万左右，绝密开一次消耗为36万左右，里面有1个大保险、1台电脑、1个医疗物资堆以及概率刷新的策划盒子。这张房卡里面有非洲之星的刷新点位，地面上经常会刷医疗类的大红，比如复苏呼吸机，而且它是一个玻璃房，我们是可以直接看见出货情况的。门诊室售价为68万左右，绝密开一次消耗为13万左右，里面有1个高级旅行箱和1个手提箱，但是里面所有的桌子上和地面都会刷香槟，咱们也是可以在房卡外看见出货情况的，可以保证不会亏本。医疗会议室100万的售价，绝密开一次消耗为20万，里面的容器有1个大保险、1个收纳盒、1件衣服，里面的桌子上会刷资料情报类的红和金，同样我们是可以在门外看见桌子上有没有刷大红的，
就算是盲开啊，也基本上不太会亏本。捷体车站售票室、牧场管理房，咱们路过同样直接开，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到回本。以上呢就是我个人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房卡性价比的一个排序。如果说咱们是新手有很多很贵的房卡，其实可以没有必要去购买了，可以先尝试买点这个便宜的房卡，去试试自己的手气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，这里是爱你们的阿能，咱们下期再见。